15个月前，小美嫁到了东郊，一直定居在东郊的皇家别墅院。小美的婚礼极其简单，比通常的婚礼却浪漫和别致许多倍。先生把小美带到南京，花了大半天的时间，一起游玩台城和中山陵。大约在下午4点钟左右，他们回到金陵饭店。先生变戏法似的突然给小美一朵玫瑰。先生说：“嫁给我好吗？”小美愣了一下，从来也没有想到先生肯用嫁这个词。好在小美知道嫁是怎么一回事，她站在原地开始解，所有的衣物都掉在地毯上。小美的头发挂下来了，2只胳膊也挂下来了。作为女人，从头发到脚趾头，她一样也不缺。小美说：“我都带来了，你取走吧。”先生没有把小美拉上床，却把她拉进了卫生间。他打开香槟，香槟的泡沫跟射精似的，蓬勃而又无所顾忌。喝过交杯，先生又送了小美一件结婚礼物，是香奈儿5号。小美就穿着香奈儿5号和先生走向婚床了。这个婚礼是多么特别，简短而浪漫，真的是出奇制胜。不过事后想起来，小美其实就是被一朵玫瑰、一杯香槟和一瓶香水取走的，还是便宜了。小美在心里头笑笑，男人呐，不想浪费就肯定浪漫。不过先生倒不是一个吝啬的人，除了婚礼，先生的手面还算大方。一句话，在金钱方面，先生从来没有亏待过小美。先生有家在浙江，有生意也在浙江，去年年底才把生意拓展到南京来。生意到了南京，在南京就必须有个家。先生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，他就用一朵玫瑰、一杯香槟和一瓶香奈儿5号把小美给娶回来了。上床之前还发生了一件事，小美突然哭了，她光着，先生也光着，先生就这样把小美搂在怀里。小美说：“往后我怎么称呼先生呢？”先生吻着小美的腮，脱口说：“就叫我先生。”先生这个词好就好在暧昧，既可以当丈夫用，又可以当男人用，还可以当嫖客用，复杂了。小美的下巴架在先生的肩膀上，决定哭一会儿，眼泪一直滚到先生的锁骨上。先生拖住小美的下巴，眼睛眯起来，脑袋拉得远远的，盯着小美看。还没等先生开口，小美却先笑了。她用腮部蹭了蹭先生的下巴，轻声说：“先生，你再灌我一会儿吧。”先生比小美大20岁，这是他应该做的，也是小美应该得到的。有一件事，小美一直瞒着先生。在认识先生之前，小美在外面做过的，也就5、6个月。小美做的并不好，一直都没有什么生意，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说出来都有点滑稽。小美能够接受的只有回头客，这生意还怎么做呢？妈咪是一个比小美小17个月的女孩子，和小美的关系始终都不错。妈咪说：“你呀，连牌坊的钱都挣不回来。”小美只有苦笑。生人也不是不可以，可以的，她就是觉得生人脏，还疼。说到底，小美这样的女孩子是不适合捧这么一只金饭碗的。小美下决心不做，固然是遇上了先生，另一个秘密也不能不说。就在最后的1个月，她接待了一个很特别的小伙子。之所以很特别，一是他的年纪，肯定是学生，不是大3就是大4；二是他的长相，小伙子实在是太干净、太斯文了，极度的害羞。小美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是个菜鸟，
不是头一遭就是第二回。小美觉得见过这个人的，却想不起来，也没工夫去想。那个夜晚真的很动人，小伙子搂着小美，是柔软和卑微的样子，他的脸庞一直埋在小美的乳沟里，反反复复地说：你答应我吧，你答应我吧。这有什么答应不答应的？小美必须要答应。可小伙子什么也不干，光流泪，眼泪和鼻涕都粘在小美的乳房上，只是重复那两句废话。小美知道了，这是一个受了伤的家伙，他要的不是小美的硬件，而是小美的系统。小美很奇怪，她的乳房一直有洁癖，向来容不下半点粘稠的东西，但小美就是不觉得她的眼泪和鼻涕脏。小美就搂着她的脑袋哄她，她一口又一口的，一遍又一遍地说：我答应你。小美说：我答应的。除了流泪，除了你答应我吧，除了我答应你，这个晚上小美的身体几乎没有付出体力，他们什么也没做。这笔买卖太划算了，可是从后来的情况看，似乎也不划算。小伙子在离开之前要了小美的手机号，小美给了他，他捧起小美的脸，脸上的神情严肃的吓人，是至真与至诚。小伙子说：答应我，等着我，我明天就给你打电话。小美怎么可能等待他的电话呢？笑话。但是小伙子留下了一样东西，那就是小伙子的神情。那神情是严肃的、庄重的、至真、至诚，吓人了。小美自己也不愿意承认，一闲下来，她就不由自主地追忆那张脸。她怀念的居然是他的严肃，还有他的庄重，搞笑了。小美其实还是等他的电话，当然什么也没有等到。小美就觉得自己一不小心怀上了，不是肚子怀上了，是心怀上了。她还能做什么？只能等。等待是天底下最折磨人的一件事。小美摊上了。小美就点起薄荷烟，眯起眼睛，一个人笑，笑得坏坏的，很会心的样子，很淫邪的样子，很无所畏惧的样子，敢死。说到底，又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她去死。这就很无聊，还无趣，很像薄荷。小美从来没有把这个故事说给任何一个姐妹们听，连妈咪都没有。小美的心就这么怀上了，连堕胎的医院都没有找到。